嗨，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地球人呢，就是我们生活在三维世界这些人呢，没办法用思维造物。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是可以用自己的思维去造物的，尤其是在高维度的世界。但是为什么地球会有这样一个场所让我们在里面生活，但是锁死了我们这个思维造物的能力呢？今天就给大家来讨论一下。那比如说在三维世界里面呢，我们很多人不适应，就是说我们的思想从思想到我们真正能够行动起来，距离好远好远的，所以才有所谓的知行合一啊。那凡是懂得知行合一的人，你会发现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生意啊、事业、学业上都是相对比较顺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怎么能把他们脑子里面这个原始的虚拟的这种思维给显化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么这个长的距离就是我们需要用行动力去执行的，这就是三维世界一个最显著的物理原理。比如说我们想种一片庄稼吧，我们只是想庄稼感觉在阳光中这个飘舞然后太阳晒过来金灿灿的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你开始做的话，你需要准备种子包括施肥找一片地包括去这个把这个地收拾收拾等到你真正能够看到金灿灿一片的时候呢，也是1年以后的事了，说不定2年以后的事了那有人想创业吧，从脑子里想起来做一个网站做一个生意，做一个饭馆，或者做一个艺术创造到真正你这个艺术创造能够出来，真正你这个饭馆开始经营，真正你这个生意开始来来回的招人那又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时期，有可能短则几个月，长则3-4年、5-6年。那有些企业家从他开始做产品到他最后能够真正出品一个让大众接受产品，中间可能跨度了3到5年甚至10年。你看吧，乔布斯这一生来讲的话，就那几个比较好的产品，一个就是说他那个笔记本的 Macintosh 这个电脑或者一体机电脑嘛，然后就是 iPod， 然后就是 iPad， 对吧？那么库克呢，从他开始构思他这 M1 的笔记本到现在产生，也估计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就是说这个世界总是需要人耗费很大的执行力跟物质世界做斗争的能够用物质世界的一些元素组装成自己脑子里面那个虚拟的设计形象。但是我们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脑子，有这个虚拟的感觉，有这个设计了，有这个虚拟的这样一个规划了，才能产生我们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东西。那有些小伙伴说，我根本都不用想很多事情，我就开始做了那是你感觉你没有想，但是其实脑子里面已经规划出来。比如说你想去买个包子出去打个球，你脑子里面只是先规划出来这样一个动作，规划出来这样一个虚拟的感觉，然后呢再去执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在我们现在三维世界里面，其实显化这么难，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三维世界里面这个来经历这些游戏呢？经历这些体验呢？是因为我们地球这样一个大的修炼场大的这个锻炼场所你过来以后呢，你能够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呢，你学到东西的同时呢，你的这个灵魂就得到了提升，所以的话，才有很多人愿意投胎到地球，来这个地球的修炼场，不断的用自己思维显化的力量来跟现实物质世界做一些这种博弈吧。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物质跟灵界，灵界跟物质是这样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话，你的灵魂就得到了提升。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三维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2元的元素，正邪善恶天堂地狱还有一些这种偏于中立方面的这种思想流派，它不断的去影响到我们的思维。那么有可能你没去看什么互联网，没什么看什么著作这些思维呢都是以频率的方式不断的向你脑子施加这种的影响力有些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想起来一个事情看到一些东西，想起另外一个事情，可能这些都是一些远程无线的这样传输到你脑子，你脑子只是个接收器而已那么在三维世界里面，你想控制你的脑子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可能完完全全让脑子保持一个你想的你所需要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场景，总是有很多杂音进去的，你没法控制比如说你看到一些东西，看到另外一个东西，总是让你想起过去的回忆，想起过去痛苦的回忆，你没办法去抹去的除非说你是修行人，你可能有一定的方法。那么从古到今呢，人类发明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在所有的动物界都不可能发明，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维，让它朝着一个你所需要的频率方向发展那么这个词叫做禅修，也就是修行吧。
那古代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禅修的方法，比如说打坐呀、静坐呀，包括这个内观呐、观想法呀，甚至于说这种同理心法呀，等等等。我在其他视频也讲过让你一步一步摸着这个思维的这一根弦儿，然后你达到一个思维的一个入定的状态。那么这个入定的状态其实就是你能控制自己的思维，不让自己思维乱飘。因为在我们现在三维物质世界里面呢，这个频率相对低一点，很多二元的这么正啊、邪呀、善啊、恶都跑你脑子里面了，你很容易被到影响，你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的话才有这样一个禅修的概念。自古到今，人们不断的优化这个流程，让人们能够通过一种自我修习的方法达到一个能够完完全全化解我们心目中的那种仇恨呐、忧愁啊、邪恶的一种小火苗吧。然后慢慢把它化解掉。那所以呢，当你完成禅修这件事情以后呢，你的这个思维模式其实已经进到了第4维度，也就是说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维了，让自己的思维保持一个非常高频率的状态，而不是说让它随意乱飘那么3维跟4维的差别其实就是这样的。在4维的这个空间里面呢，你的意识是占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的那么你也必须的很容易的控制自己的意识，不然的话你在4维世界里面就会出现非常非常大的不可控的现象。那么回到我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类在3维世界不可能造物，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很好的控制我们的思维。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可以造物的话，就是4维马上就显化出来一个物质世界的东西的话，你想想这个世界得多恐怖吧。每个人内心的焦虑啊、忧愁啊、邪恶呀，他控制不了那么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的这个事物就变成一会儿出现个怪物，一会儿出现过，你走到大马路上突然出现一个凶猛的野兽。那所以呢，这个3维世界给你强加一些规则，让你的思维没有那么容易转化成现实生活中的物质，或者说显化出来一种能量如果说都能够的话呢，这个世界就乱套了，这个满大街都是妖魔鬼怪，满大街都是这种人的邪恶的思想人的这种不好的思想显化出来的一些能量那这个世界就完全没办法待了所以的话呢，造物主还是比较聪明的，造了这样一个3维世界，控制我们的思维，因为我们思维是自己控制不住的。那行，那我造物主就帮你控制通过物理规则也好，通过这个世界的这种大众的这个群体意识创造出来的那种规则也好，让你没办法很快的让你的思维显化出来你的这样一个物质。那很多小伙伴问了说，那你现在让我待到3维世界，因为很多信号干扰我嘛，对吧？更干扰我，让我思维变成有一些邪恶那你让我到这个更高的天国，或者说第4、第5、第6维度那我的思想可能就会变好了。那么我们假设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让你到天国或者天界它的这个维度可能第6维以上你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神仙包括天人他们能造物，比如说突然造出一个仙桃突然造出一顿饭，可口的饭，然后又造出一个什么座驾，反正就跟《西游记》里边的神仙一样，啪啪啪变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假设说你能到这个境界，你过去之后，你的思维其实不是说是你自己能控制的，因为这个宇宙本身都有一个非常这个不同的能量，有各种各样的邪恶的、好的、坏的，全都往这个你的脑子里面投射。然后呢，你的脑子呢，如果说不加这个思索或者不会控制的话呢，你会吸收各种各样的能量。那如果说你到天界的话呢，你会变化出各种各样的怪物一会儿这个怪物，一会儿那个怪物，因为你没法控制自己脑子让你脑子达到一个安静的状态，你不可能达到的。所以的话，你在那边搞了半天，人家众神仙一看，哎呀，小伙子，你还是算了吧，你去这个人间去修炼修炼吧。你这思维模式来我们天津捣乱，你看你这待了24个小时你看你造出多少怪物，然后让我们把它消灭掉。一会儿这个是欲望的这个是这个自私的那个是邪恶的这个是这个比如说嫉妒的。你看看你现在目前多少这种显化出来的怪物在这个天界里面，这个天界把这个天界整个能量就拉低了你先好好回去补课，然后嘣就把你打到人间了，让你在人间再好好修行一下就这个道理。因为在天界来讲的话，你的思维很快马上就转化成你的这个显化能量。比如你想到一个桃子，嘣，这个桃子就到手上了；你想到一顿饭，噔，桃子到这顿饭就到手上了。但是你脑子里面想出来一个非常邪恶的怪物的话，啪，这个怪物就到你旁边了，就这么快因为整个第6维度来讲呢，它主要是意识主导嘛，它很多肉体其实都是能量或者说无形的这个肉体，所以的话，你主要是能够靠自己的这个意识转化成一个你所显化的东西。所以的话，那个规则跟现在咱们物质界规则完全不一样
啊，天界是按自觉，就是你自己能控制自己的思维，人间是不自觉，所以造物主呢，把人间呢，你的思维到你的物质的显化的过程变得非常非常漫长，变得非常非常漫长。那么刚才那个例子呢，可能比较抽象，什么《西游记》啊，什么天人呢？我举个大概大家都懂的例子，比如说某个犯人，他在这个监狱里面待着呢，这个犯人这个陋习很多呀，偷鸡摸狗啊，什么打家劫舍呀，反正他总是忍不住自己这样一个行为。啊，那就把他关到这个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受教育啊，可能过个10年20年呢，他出来之后呢，就重新做人了啊，可能没这么多毛病。但是如果说你把他放到社会上啊，他又造成了很多社会的危害，比如说偷鸡摸狗啊、打家劫舍呀，他总是想做坏事啊，这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里没办法自己去自律的时候呢，那就只能是说把你强制起来，让你能够达到一个自律的状态，然后呢，再让你再放回这个社会。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监狱的环境呢，跟我们现在正常的生活环境呢，举个例子，就是说正常的环境呢，可以相对频率高一点，可以让人遵守各种各样的规则，这也是一种自律嘛。啊，但监狱里面的环境呢，可能更加低级一点，它可能用一些强制的规则，让你能够服从啊，让你不要在里面这个违规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慢慢培养自己的心性。那么，比如说某些犯人在监狱里面经过长期的这样一个训练或长期的这样一个教育的话，他回到社会就可以适应了，因为他不再会打家劫舍，他看到一个好东西，他本来是想去抢的。啊，现在就是想想，哎，我应该自律了，我应该控制自己的行为了啊，他就不去抢了，按照一个正常文明的人的这种方式，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啊，一样的道理啊，无非不同的就是说，这都是行为啊，我们人间跟监狱啊是一个行为的控制，我们人还是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的，但是我们人真的没办法好好控制自己的思想，而在天界来讲，你的思想是唯一的啊。那么大家都是以思想来共处的，你在天界里面想的一个事情，就马上变成一个怪物。那行了，你还是回人间吧，回人间好好修行修行，修行好再上来，就这么个意思。那所以说，大家一直强调修行修行，修灵修灵，修的是什么呢？修的是你能够控制自己思维的能力啊。如果说你一旦控制好自己的思维，让自己思维达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不去瞎想，不去受到外界的这种影响啊，不会自己去没事看恐怖片，不会自己去看各种乱七八糟的新闻啊，这个新闻影响到你，让你产生多疑、焦虑啊或者恐惧。啊，你如果说能控制住了，你慢慢就升维了啊，你自然就升维了。虽然说你现在有现在的肉体，其实你思维已经到第4、第5维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到天界啊，或到更高的维度的话，你能待得住了啊。众神仙们一看，哎，这小伙子不错啊，往这儿一坐，这个思维非常纯净啊，没有任何的杂质，也不会创造显化出来任何妖魔鬼怪啊。那行吧，你在天界待着吧。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灵魂呢，到地球上修炼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啊。在一个群魔乱舞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怎么能守得住自己？怎么能够独善其身？怎么能够让自己的思维心境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平静的状态啊？这是你所需要修炼的课题。很多人问我，就说修灵是什么？修灵其实修心，修灵就是让你呢每天能达到一个非常极乐的状态，就是你的脑子里面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非常快乐的状态，非常开心。这种开心快乐不是说我获取一个东西这种物质层的开心，而是说到达你内心那种非常非常平静的开心喜乐，这才是我们需要修行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当然了，即使说你的思维能控制到非常一个平静的状态，那也是分级别，所以天界也分好多级别嘛。那著名的灵界的专家史维登堡曾经说过嘛，天堂分为3层嘛，内天堂、外天堂、中天堂。那么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境界高，频率就高。所以说3个天堂的3个境界之间呢，可能不交往啊，他们都是按自己的频率、思维频率划分的。那么如果说你的思维能够控制得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的话，那你可能到内天堂了。这个内天堂呢，直接接收宇宙的能量。那么如果说你思维稍微能控制住，但是没有什么邪恶的想法的，你都到中天堂，中天堂可能好一点吧。那么你可能会接收到这个内天堂这天人级别的他们散发出来这种能量啊，也同时也接收到宇宙一些能量。那么最差就是说你刚刚从人间啊，能够改掉人间的一些比较不好的思维的毛病，嫉妒啊、恐惧啊、焦虑等等吧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还是需要多加训练的。那你就到外天堂，那在外天堂这个地方呢，你先训练自己啊，慢慢你再往内天堂、往中天堂、内天堂走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人的这个思维啊是需要不断的提升的。那么首先呢，你在人间修炼完之后呢，思维频率不错的话，就到外天堂，外天堂完之后呢，就是中天堂，然后就内天堂，啊，就这个道理。
那所以的话，回到题目这个话题啊，题目这个疑问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人类思维在三维世界没办法造物？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啊，因为不是说你的思维都是很健康的，不是说你的思维都是没有邪念的。如果说你在三维世界能够造物的话，那这个世界基本上满大街都是怪物了。你想人的内心多邪恶，有的时候对吧？你控制不了自己啊，这个不是你的问题，是整个宇宙它可能向你脑子投射出很多邪恶的能量。你有的时候没办法，你可能接受，但是你又不会化解啊。好了，你在你家造出各种各样的怪物，哎呀，这个怪物满街跑，那我们这个地球还待不待了？所以的话，造物主造地球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让自己所有的灵魂在里面修炼的啊。它不会让你的思维马上显化成物质的啊，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所以呢，今天的话题大家应该知道，心里有数了，就是说我们的思维的频率决定了我们去哪里啊。你是这样一个思维频率，你就在这样一个层级待着。啊，如果说你有一天你的思维能够控制住了，能够化解住了，你都往更高级别的宇宙的空间去待，可能不在地球了，可能在其他空间了。但如果说你一直堕落，你的这个心魔非常非常强，你无法控制外界给你的这种影响，你的这个里面的邪恶的小想法不断的充斥你的大脑，而无法去自拔的话呢，那你可能就是朝着地狱方向走了。所以的话，我们不断的要自己净化自己的思想。啊，通过自己的行为也好，通过自己看什么书也好，通过自己结交什么朋友也好，让自己能达到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平静的状态，才是我们这一生的一个终极目标吧。因为你买一个东西，买一个房子，买一个豪车，让你高兴就高兴那么一阵，因为你的欲望不断增长嘛。只有往内观，你才能够越来越平静，才能够越来越感知到我们这个宇宙对我们人生的影响，才能够越来越开心快乐。啊，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其实就是一种状态，就是你思想的那种状态。那么好了，各位小伙伴，我们这期已经聊了差不多了，我们下期见，拜拜。